说起来，你有没有感觉，好像自从麦兜系列之后，香港的动画长片就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对吧？对，就感觉大荧幕上好像很久没看到一部能引起那种广泛讨论的本土动画大制作了。确实有这种感觉，像是一个断层。但现在一部叫《室外》的电影，它可不只是打破了这份安静，何止是打破，简直是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那个回响，我觉得连国际上都听得一清二楚。是啊，这颗炸弹的威力还不小。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梳理一下你发给我们的这些资料。包括像 Vogue Hong Kong 南华早报的评论，还有他在安溪动画节和金马奖上的表现，我们一起来聊透了，看看这部《室外》到底凭什么被叫做香港动画的新里程碑。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功，它的成功背后其实藏着很多值得我们去挖的东西。那我们就从最直接的感受开始吧，就是画面。视觉。几乎所有资料都在夸它的视觉效果，用词都很重，像是 Vogue Hong Kong 就直接说视觉惊艳且细腻。是的。不过我最好奇的是香港影评协会的一个说法，他们认为这部电影的视觉观、场景和叙事逻辑达到了一个国际水平。对，国际水平，而且是彻底摆脱了过去港产动画那种轻松喜剧的影子。这个国际水平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说它看起来不像香港动画了吗？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它最核心的突破之一。我们提起香港动画，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可能还是麦兜那种画风、那种对白、那种市井气，一看就知道是香港的，对吧？没错。它有很强的本土魅力，但这个魅力其实也带来了一道天然的文化门槛。我明白，那种感觉很亲切，但你也很难想象一个没在香港生活过的法国人能完全 get 到里面所有的笑点。正是如此，室外的国际水平指的不是抹掉香港的身份，而是他学会了一套，怎么说呢？一套全世界都能看懂的视觉语言，一套通用的语言。对，他的美术设计，那种光影的运用、场景的构建，它没有依赖特定的本土符号，而是诉诸于一种更普遍的美学感受。所以它才能让法国安息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这就像一个会说方言的作家，突然有一天他开始用一种典雅又通俗的世界语来写作，那他的读者群一下子就扩大了无数倍。这个比喻我懂了，而且这种世界语也确实是收到了效果。你给的资料里说，他在法国安息国际动画影展3场首映票全部卖光。对，全部爆满。然后放完之后，观众还起立鼓掌很长时间。在电影节，尤其是在安息这种级别的动画圣地，观众可都是行家呀，都是很懂行的，能得到这种待遇，绝对是顶级的认可了。可以这么说，安息在动画界的地位就跟戛纳在电影界的地位差不多。能在那里引起轰动，就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看，我们也能做出这种水准的艺术品。而且他后来又入围了西班牙的西切斯奇幻电影节。对，也入围了。这就说明他的成功不是偶然，他的那套世界语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行得通。一部电影能让法国人、西班牙人都产生共鸣，那它的故事核心哪儿一定触及了某些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它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能有这么大的穿透力？好，我们究竟来钻到他的故事里去。影片的核心设定其实很有意思。主角进入了一个叫室外空间的地方，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东方文化里的中阴界或者说冥界，他要和里边的灵手打交道，听起来就很奇幻。对，但他真正要探讨的其实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执念如何放下，还有人性深处的那些拉扯。哇，这个主题就相当沉重了。南华早报的评论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哪句？说影片深入思考了善良的极限与恶念。这句话很有嚼头，它暗示这电影里没有简单的好人坏人。对，这正是他故事完成的地方。他不给你一个轻松的答案，而是抛给你一堆复杂的问题。比如，我们都觉得善良是好事，但如果你的善意被推到极限，甚至被利用，会催生什么？一个好的初衷有没有可能酿成最坏的结果？
这电影就敢去坑这些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但又很难想明白的灰色地带。所以影评才会特别提醒说，有些场景可能对小孩子来说太严肃，甚至有点吓人。是的，更适合青少年和成年人看。这也算是彻底打破了动画片就是给小孩看的这种老掉牙的观念了。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用一个奇幻冒险的外壳包裹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情感内核。资料里有个词儿用得很好，叫心灵启示感。心灵启示感。对，你跟着主角走了一趟奇幻旅程，眼睛享受了视觉奇观，但电影结束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心里带走的更多的是对自己过往、对自己执念的一点反思。这不只是一部电影了，它更像是一次心理治疗。我明白了，它用一个不存在的世外空间去解决我们现实世界里最棘手的心理问题。动画这种媒介的想象力在这里反而成了优势，可以把那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具象化。完全正确。动画的非现实反而成了探讨超现实哲学问题的最佳载体。它证明了动画不仅能逗人笑，更能让人哭，让人思考，甚至让人获得某种程度的救赎。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一点，说实话，是我在看你分享的这些资料时感到最震惊的一点。在这个 AI 绘画工具满天飞，就是人人都能仪表生成图片的时代，室外的团队花了整整6年，坚持全人手绘制，零 AI 参与。光是听到这个数字就能感觉到那种分量了。是啊，6年零 AI。说实话，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群人是疯了吗？这听起来太不划算了。是有点反潮流。资料里说，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声明。这话说得很漂亮，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会不会也是一种不必要的固执？毕竟现在 AI 技术也很成熟了，用它来辅助一下，也许3年就能做完，省下来的时间精力不是可以做更多事儿吗？观众真的能看出来这点差别吗？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正好触及了这部电影艺术价值的核心。我觉得观众或许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同，但他们一定感受得到。我举个例子吧。好，你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和一封打印的信，内容一模一样，但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肯定不一样。手写的笔记里有力度，有情绪，甚至有写错涂改的痕迹，那些都是人的气息。这个比喻很形象。把这种人的气息放到动画里，就是每一帧画面。因为是动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所以角色的每一个微表情，衣角每一次飘动的弧度，都渗透了创作者当下的判断和情感。它不是一个算法根据数据最优解生成的结果，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6年时间里用他们的心血和时间打磨出来的东西。这种制作方式赋予了画面一种独特的温度和手感。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你说的这种温度，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细腻感的来源。对，它不是那种信息量爆炸、快速轰炸你眼球的快餐式视觉，而是需要你静下心来，一帧一帧去品的。没错，所以这种看似笨拙的坚持，最终恰恰是服务于影片那个深刻的情感内核的。他要讲一个关于人性、情感、记忆和救赎的故事，还有什么比用最有人情味的方式来讲述更合适的呢？形式和内容统一了。对，达到了完美统一。当你知道这背后是6年的心血时，你再去看那个关于放下执念的故事，感受到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选择本身就让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又上了一个台阶儿。所以，当所有这些元素，惊艳的国际化视觉，深刻的成人化故事，还有近乎偏执的手工技艺组合在一起，它对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仅仅是一部昙花一现的杰作，还是真的能改变潮水的方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它的出生。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位日本作家的小说，但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它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本土化再创造。对，这点也很有意思。按理说，改编日本小说很容易就拍出一股日式风味。是的，但室外似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抓住了东西方文化里一个共同的母题，
就是关于生死、轮回和人性的思考。他把原著的东方哲学底蕴保留了下来，但又用了一种更现代、更普世的电影叙事手法去包装。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能力，其实一直都是香港文化最鲜明的特质之一。我同意。它告诉我们，香港的故事不一定非要发生在旺角或者中环，它可以发生在一个架空的室外，但内核依然是香港的。这么说来，它的意义就超越了动画本身了。过去几十年，香港电影输出到世界的名片，无非就是功夫片、警匪片。对，成龙、吴宇森。全世界影迷提起香港电影，就是成龙的《搏命》，吴宇森的《白鸽》。动画一直是个配角，甚至是边缘角色。是的，动画在香港电影的版图里，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和真人电影同等的地位。但室外的出现，尤其是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就像是在向世界宣告，香港电影的武器库里不只有拳头和子弹，我们还有画笔。而且这支画笔还很厉害。对，而且这支画笔同样可以描绘出深刻的哲学思考和顶级的艺术美学。这对本地的创作者来说，应该是个巨大的鼓舞吧？绝对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在香港学动画的年轻人，可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会觉得前途渺茫。是啊，出路在哪儿呢？觉得做动画只能去做一些商业广告或者低幼向的作品。但现在，室外用他的成功告诉你，不，坚持艺术理想，做深刻的给成年人看的东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能够赢得世界尊重的。他给了一条新路。他不只是一个榜样，他是在为香港电影的未来开辟一条全新的、充满想象力的赛道。他让大家看到香港电影的转型，除了传统的类型片之外，还有动画这条路可以走，而且可能走得更亮。这么梳理下来，这部电影的里程碑意义就非常清晰了。它不是在某一个单点上做得好，而是在世界语言、故事深度、制作工艺乃至产业意义上，都完成了一次系统性的突破。是的，这些层面环环相扣。正因为有了国际化的视觉，它深刻的故事才能被世界看到。正因为有了手工的温度，它深刻的故事才显得如此真挚。对，而这一切的成功，最终又为整个产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自洽的艺术品，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事件。就像资料里总结的那样，它不只是一部动画电影，它用一部作品把大家对于香港动画，甚至整个华语动画能达到的艺术天花板，都往上顶了一下。说得很好。那么，在你回味我们这次的讨论时，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慢慢思考。好啊。室外的创作者们，在一个人工智能可以1秒钟生成无数精美画面的时代，选择了用6年时间进行一场漫长又艰苦的手工劳动。那么，在一个 AI 技术指挥越来越完美的未来，人类艺术家投入的这些时间、付出的辛劳，甚至在创作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那些笔误和不完美，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它的价值到底会是什么？那种由人的双手和复杂情感注入到作品里的独一无二的灵魂，真的是技术永远无法复制的。